我要的200万，你们答应了吗？放心，董事长已经点头了。现在法务呢正在起草协议，到时候你把字签了，钱就可以给你了。可是我昨天晚上想了又想啊，我觉得200万还是太少了。我爸这一大活人就这么没了，我觉得你们怎么样也得赔1000万吧。1000万，安生是不可能答应的。1000万太多，那我减一半总行了吧？减一半那也是500呀。这200万还是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下来的，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最大的现实就是我需要钱，爷爷跟妈妈的病都需要钱，我也得生活呀。这200万生活已经足够了。是在小地方生活看病都够了，但是在上海这个大城市买房子多贵啊！其实你爸爸活着，你们也不可能在上海买房子啊。但是我爸他已经死了，他死了，难道我不应该利用好这个机会拿到钱，跟我妈过上好日子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发死人财？发死人财怎么了？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爸他生前那么窝囊，让我跟着他受穷，他死后还不让我们享福了？你的想法真的是太龌龊了。我龌龊？我只是要得到我应得的，难道我爸他白死了吗？你不要再提你爸了，你对你爸爸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感情值几个钱呀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妈她根本就没有病。我准备拿了钱之后呢，跟我妈去国外旅游，买个 LV 什么的。我也想尝尝有钱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你简直就是个无耻的骗子！这种靠人命换来的钱，你们挥霍起来安心吗？苏沫，你是董事长助理，你现在说这话是代表你自己，还是代表安盛啊？我刚才说的只代表我自己，我也可以代表安盛回答你。你提的要求，我们不能答应。你。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没什么。我今天刚好有空，一起去医院啊？今天不行，今天有重要的事。什么事儿比生儿子还重要？我就想知道我要的200万，你们答应了吗？安生是不可能答应的。那我减半总行了吧？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最大的现实就是我需要钱，爷爷跟妈妈的病都需要钱，我也得生活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发死人财？你的想法真的是太龌龊了。我龌龊？我只是要得到我应得的，难道我爸他白死了吗？你简直就是个无耻的骗子！这种靠人命换来的钱，你们挥霍起来安心吗？苏沫，你是董事长助理，你现在说这话是代表你自己，还是代表安盛啊？我刚才说的只代表我自己，我也可以代表安盛回答你。你提的要求，我们不能答应。苏沫，我想先确认一下，这个录音里的声音是你的？这声音是我的，但是这个录音是经过剪辑的。哦，那侮辱死者家属确有其事了。这是因为有前因后果。小杜，尚纯，是你叫他这样说的对吗？是你让他去录音，是你在背后搞鬼，对不对？哎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是你们拒绝了人家的合理要求，人家才找到我的。虽然说200万是有点多了，可是人家已经同意减半，连100万你们都不肯给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我拒绝的不是200万，是1000万。1000万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够了，不要再争了。尚总，开出你的条件吧。哎，张董就是张董，说话做事情就是清楚。很简单，我希望你们能够重启出售安生的计划，配合我完成收购。不可能，尚总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认为我们碰到这么点事儿，我们就会把安盛广场给卖了吗？才几天没见啊，我真的是要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可是你凭什么这么嚣张？就凭你背的那些债吗？尚总，
这录音是被剪辑过的，没有人会为他买单。好啊，那我们发到网上，拭目以待喽。即使有人相信，这纯属我个人行为，与安胜无关。我很欣赏你的担当。有个东西希望你能看一下。不要再放了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段视频要是发到网上去，你们猜大家会怎么评论啊？一个连大学证书都没拿到的女人，为了上位出卖色相，竟然顺利地当上了董事长的助理。这到底是她个人的原因呢，还是你们安盛高层管理风格向来如此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安盛丑闻一个接着一个，这样下去不好吧？还不都是你上唇搞的鬼？张总，我觉得你们安盛一定有内幕。我知道你的胃口一直很大，但我没想到你对安盛广场有这么深的执念。在商言商嘛，出售安盛对你对我有利而无害。我希望张董能够慎重考虑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只有3天。大哥，你来了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就先出去了，有事喊我就行。谢谢。以后这种事儿让他们做就行了。如果人手不够，我除了这些也做不了别的。哦，对了，有个好消息，王姐有了握拳反应，脚趾对刺激也很敏感。是吗？啊，你看看。王姐，你抓一抓我手。王姐，王姐，你抓一抓我手试试。他早上还有反应来着，医生说这些都是好兆头，他一定会醒过来的，他不会成为植物人。对，好兆头，好兆头。这都多亏了你，你一直在他耳朵边说话，他其实都听得到。王姐，你能听到我说话是不是？你要是能听到我说话，你就快点醒过来吧。王姐，快醒过来啊！老同学，给你听段有意思的录音。周生，你陪一下王姐啊。安生是不可能答应的。那我减一半总行了吧？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最大的现实就是我需要钱，爷爷跟妈妈的病都需要钱，我也得生活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发死人财？你什么意思？笑话吧啊！笑话吧！堂堂董事长的助理，
做事情居然那么不小心，哎，说出那样的话来了，说出那样的话还不算，还居然让人入了阴。确实是我的失误，我会负责的。但我也是被别人陷害的，我一定要把真相讲出来。真相有什么真相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你说的再多，别人只会当你是在狡辩。我相信大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。你那么看好大家，你那么做只会让双方吵来吵去，让事情没完没了。我教你个正确的公安办法啊，就是你一个人站出来，真诚地向死者家属道歉，然后把责任承担下来，事情就完了嘛。做错的地方我会道歉的，但如果明明是被别人陷害，为了平息事情而违心地向大家道歉，我做不到。你够了，徐总，小苏他已经知道错了，更何况这个事情没有爆出来，我们现在在吵什么呢？哎，录音是不是在尚存手里面？网上爆出来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思维说的对，先别自乱阵脚，咱们静观其变吧。行。老同学，才多久没见啊？憔悴不少啊。还是这么刻薄。谈谈正事吧。谈什么正事？我要的东西，你很清楚。凭一段录音，就想让安盛把安盛广场卖了，这可能吗？你说点现实的，我能办就帮你办了。对于张亚楠来说，一个助理不过是蝼蚁；可对于你王居安来说，这个女人的事儿比天还大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现在不在安盛了，这种事儿我做不了主。正因为你不在安盛，做起事情来才不会束手束脚。为什么呀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张亚楠已经决定弃卒保帅，让苏沫来背这个锅。他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把你排挤出董事会，现在又对你的女人下手，你难道真的咽得下这口气啊？咽不下去也得咽呀。王建民的遗嘱是张亚楠最后的底牌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他是不会亮出来的。如今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说明你已经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威胁。老同学，我很了解你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当初你在安盛搞这么大的动作，你早晚料到会触碰他的底线。我相信，你手里一定也握着他的把柄吧？我知道，安盛对你来说很重要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安盛是什么？那是王建民跟张亚楠的地步。王建民到死了还在猜忌你、排挤你，给他那2个亲生儿子疼喂着呢。张亚楠就更不用说了，他把你从国外调回来，挽救了安盛的危机。现在呢，兔死狗烹。他不光对你是这样，对你们3兄弟都是一样的。王简还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吧？在这个时候，他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，反而对你们3兄弟痛下杀手。这样的人，真的值得你去这样维护他吗？老同学，难道你真的不想来一次痛快的反击？反正张亚楠是不会跟我交易的，可是你不一样，是你把安盛救活的，我相信你也可以亲手埋葬他。董事长，
这事儿没什么难的，录音里不就苏沫一个人的声音吗？把它开了就完了。我已经找人去办了。你都干什么了？提前准备好公关稿，一旦录音爆出来，我们第一时间回应，尽量减少损失。你的回应就是让苏沫背锅，不行。为什么？你这么做，王娟会怎么想？嗨，我还管他怎么想？安胜现在已经跟他没关系了。你有没有脑子？越是没有关系，越是危险。你是怕他报复啊？当初他被赶出董事会的时候，连个屁都没放。为了一个苏沫，他会出头跟我们作对？哼，你太不了解他了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老实啊？啊，你真以为你挖个坑我就能往下跳啊？那安胜不只是张亚楠的，他也是王简和王思薇的呀。你说，我能出卖他们吗？可他们不是你的亲兄弟。兄弟讲的是感情，不是血缘。曾经咱俩也是兄弟。我再说一遍，独地板的事儿，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。只要你不再惦记安胜，过去的恩恩怨怨，我都不追究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你就给句痛快话吧，到底跟不跟我合作？不可能。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你都不在意，你可真想得开。让自己的女人跟着自己受苦，你可真够男人的。两个人在一起受苦，就一定不幸福吗？你、莫卫清、艾琳，你们在一起不受苦，幸福吗？作为一个男人，让自己的女人流产，又和另一个女人结婚，你想的也挺开的。你要是走出这扇门，我会让所有人在网上听到这段录音，让他们知道，在安胜有个叫苏沫的，是如何出言辱骂受害者家属。到时候安胜会怎么样，我不在乎。至于苏沫嘛，社会性死亡听说过吧？侮辱罪，很可能会坐牢的。你不肯出售安胜，行，我由你。但既然要救你的女人，至少应该拿出点诚意来吧。哎呀，老尚，你要是早这么说，我不就早懂了吗？王同学，请你。哎，请这个字在这个时候用，不恰当。你看我这个嘴，我求您，高抬贵手，上川大哥。没想到你王娟也会说出这样的话呀！求我是吧？来吧。懂。上川大哥，过去的事情多有得罪，请您原谅。就喝一杯吗？明白。好事成双。
好了好了，这个喝酒啊，有点太老套了，咱们换一个吧。哎，你还记得咱们大学军训的时候，只要我们犯了错，教官都会让我们围着操场跳蛙跳。这不说来就来吗？跳蛙跳我跳的最好了。不对，我跳的第二好，你跳的第一好。还记得当时军训的时候，咱俩总一起逃课，一起逃完课，教官就罚我们在操场上跳蛙跳。一逃课，我们就被教官罚去操场上跳蛙跳。你说你那个时候瘦的跟小鸡儿似的，怎么体力那么好啊？我跳不动了，你就陪我跳，就跟一个人一样。教官从来都没有发现过。开心啊，上川大哥，开心啊！行了，别在这儿打感情牌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磕3个头，我把录音给你。上川啊，堂堂一个嘉科集团的继承人，要用这种方式来刷存在感吗？一个男人竟然要用别的男人的膝盖来证明自己，这得多自卑啊！你要搞清楚，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是来跟我的兄弟叙旧的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我。今天让你痛快的事儿我都做了，现在该看你的了。苏沫是我的软肋，但也是我的铠甲。谁要是敢动他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。兄弟，不会连这一杯酒的面子都不给我吧？堂堂董事长的助理，
做事情居然那么不小心，哎，说出那样的话来了，说出那样的话还不算，还居然让人录了音。尚纯，是你叫他这样说的，对吗？是你让他去录音，是你在背后搞鬼，对不对？真相有什么真相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你说的再多，别人只会当你是在狡辩。你那么做只会让双方吵来吵去，让事情没完没了。一个连大学证书都没拿到的女人，为了上位出卖色相，竟然顺利地当上了董事长的助理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去哪儿了？打电话也不接。你喝酒了？喝了一点。跟谁啊？我的事儿你知道了？让你受委屈了，对不起。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做的不够好。因为我，他才处心积虑的害你。你放心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我发誓。我相信。我去给你泡点茶，醒醒酒。王娟怎么样了？为了求我，她又是喝酒又是蛙跳，真不容易。你不如劝劝她，我们没必要成为敌人。向总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。把手机跟保险交出来。等一下。拿我教你的办法来对付我是吧？邵总，我不敢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坐吧。我不坐了，我站着就好。坐。这是给你的定金，今天你就可以把录音发到网上去。明天你就去安盛闹事。如果有人采访你，该怎么说，你应该知道吧？知道，知道。哦，对了，
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一下，我呢跟安盛那些人不一样。你要是敢耍我的话，大家把手机放下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！这位小姐，这里是私人产业，你不能这样，请你赶紧离开。我不走，请你赶紧离开。我不走，我爸已经死在这儿了。你们要是再逼我的话，我也死在这儿。经理，这位小姐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有什么事情好好讲好吗？来，别管他，随他闹，让客人们先赶紧离开。啊。那个各位顾客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我们这个楼盘它是没有问题的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待会儿我就带你去见我们老板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给我来这招是吧？你把这里给关了，我就选安盛广场，我看你有没有本事把安盛广场也关了。哎。多喝水，吃点鸡蛋羹，锅里还有粥。今天啊，哪儿也别去，醒过来之后给我发消息。爱你。我会好好吃的，放心。王总发了一条链接给你，赶紧看一下。我爸是被他们的劣质枪把给砸死的，他们不但1分钱不赔，还说我在发死人财。安盛是不可能答应的，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你是想发死人财？你的想法真的是太龌龊了。这就是他们的态度，大家给评评理啊！现在的情况就是星月湾的业主集体维权，让我们第一时间退还定金给他们。凭什么？他们说石头掉落是房子质量问题，这房子住不了，显然这是尚纯在搞事情啊！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让你失望？尚纯是罪魁祸首，星月湾是你在负责，事情怎么能搞成这样？我们的房子本身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是他们一再找茬儿。你作为星月湾的主要负责人就难辞其咎。你认为你现在还适合待在 CEO 这个位置上吗？凭什么？为什么？找个第三方来做个鉴定，谣言终究是谣言。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现在安盛集团处于风口浪尖上，你就算是找了一个人来做检测，人家会相信你吗？人家认为那是在造假。这件事情你还是回避一下吧。董事长，频繁的更换 CEO 有损于安盛的形象，这件事情我可以负全责。我会辞职，并且向小杜道歉，争取让事态尽快平息。舆论不再关注了，尚纯也就无法趁机兴风作浪。你真的愿意去道歉？